俄军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11州遭到俄军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基辅拉响长时间警报。乌军尝试突破库尔斯克俄军防御，计划对俄军侧翼发动袭击。乌军第72旅旅长卸任，俄军出动机械化部队进攻武赫勒达尔市西部。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再次进行大征兵，精彩资讯即将开始。9月30日凌晨开始，俄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乌军表示，仅在凌晨时期，俄军就向11州发射了73架无人机与3枚导弹。乌军防空部队拦截了其中的67架无人机与1枚导弹。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谢尔盖·波普科表示，在9月30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9月份第10次空袭，基辅城区实行了长达5小时的空中警戒。苏梅地区军管局表示，俄军当天对苏梅边境地区进行了97次炮击，并造成183起爆炸。哈尔科夫地区军管局局长在一份电报中表示，一架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库皮扬斯克市，并造成平民伤亡。另外，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博格杜西夫区的伊瓦什基村，造成4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已经连续30余天对乌克兰前线与后方发动空中攻势，在9个月的时间内向乌克兰发射了1300余架见证者无人机，创下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的单月最高纪录。在9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是要实现他在乌克兰的目标，以此来配合2022年俄罗斯单方面吞并乌东4州的周年纪念日。接下来是各个战场的最新战况。在库尔斯克战场，处于俄乌交火线的地区仍在进行激烈战斗，乌军继续在奥利夫卡保持稳定控制。在苏贾地区，俄军试图控制红十月和奥布霍夫卡，并对前线乌军进行炮火袭击。此外，俄军还攻击了梅德韦热耶地区的乌军侧翼。在韦谢洛耶村一带，局势仍然紧张，乌军继续向俄军防御线进行打击，同时计划对俄军侧翼发动袭击。按照库尔斯克乌军的计划，尝试占领或绕过村庄，然后推进到格鲁什科沃，然后切断在斯纳格斯季、奥布霍夫卡以及留比莫夫卡一带活动的俄军后方的道路。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顺手拿下格鲁什科沃镇。不过，在这一带活动的俄军组织了一道防御战线，导致乌军进攻并没有奏效，甚至还损失了部分装甲车辆。接下来，乌军只能选择绕过这座村庄。目前来说，乌军机械化集群只有深入格鲁什科沃镇，就能对俄军部队进行有效牵制，甚至还能影响乌克兰战场的局势，比如顿巴斯方向。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丢失了新克鲁赫利亚基夫卡以东的另一个据点，同时乌军在该地区的补给路线也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目前，俄军每天都会在该地区对乌军后勤路线发动袭击，使得乌军的后勤复杂化。此外，俄军还不断对库皮扬斯克博罗瓦主干公路施加压力，并逐渐接近奥斯科尔河。有消息表示，库皮扬斯克方向的安德烈耶夫卡村已被俄军占领，不过这条消息尚未得到证实。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试图从南北两翼绕过红军村东南部，对乌军发动进攻。俄军沿着 M04 高速公路推进，试图包围谢利多沃。这种战术与俄军进攻南部的福勒达有点相似。目前，俄军已经占领了克鲁基亚尔的其余地区，并向谢利多沃北部的尼古拉耶夫卡推进。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俄乌正在红军村周围多处战场进行激烈交火，包括红军村东部的沃兹德维任卡、米罗留比夫卡以及新托列茨克，博克罗夫斯克东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卡、米哈伊利夫卡、克鲁季亚尔以及谢利多沃等。俄军第15摩步旅的无人机操作员正在谢利多沃以北开展行动，而中央部队集群的黑豹支队部分成员则在红军村方向开展行动。武勒达尔方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目前在武勒达尔战场，乌军第72独立旅仍有上千名士兵。过去的2天内，俄军在城市东部有所推进。就在乌军对武勒达尔东部进行防御的时候，俄罗斯东方集团军第5近卫坦克团与第430摩步团对武勒达尔西部发动进攻，同时俄军还控制了武勒达尔至博格亚夫伦卡的 C051134公路，这是2个地点之间的唯一公路。
目前乌军仍在控制高楼区，这些建筑物的高度达到10层，使得乌军能够进行有效防御。但目前最关键的是后勤，如果乌军可以守住北部的补给线，那就可以继续等待其他部队的支援。此外，乌军第72旅还有一条路可以选，那就是沿着博格亚夫连卡的唯一土路撤退。根据乌克兰守军的说法，俄军并未封锁这条土路，但问题是，即便没有进行封锁，这条土路依旧处于俄军炮火的控制之下。如果乌军真从这里撤退，势必会遭受炮火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第72旅旅长伊万·文尼克上校发布消息表示，将卸任旅长职位。按照乌军北方司令部发布的命令，伊万·文尼克上校将担任更高职务，但具体是什么职务还不清楚。在告别部队之前，伊万发文表示，当前武赫勒达尔的局势非常紧张，俄军正在从多个方向发动进攻，已经进入城市的西部与南部。相较于守住武勒达尔，如何将这些士兵撤出更重要。参考以往惯例，只要俄军能够打进城市站稳脚跟，乌军就很难将其赶出去。随着俄军不断向城市投入兵力，再将整座城市炸成废墟之后，乌军也将失去可提供防御的阵地，最终这座沦为废墟的城市将落入俄军手中。另外，根据俄罗斯媒体消息，俄罗斯又要征兵了。9月30日，俄罗斯政府向国家杜马提交了2025年的预算文件草案。俄罗斯公布2025年预算，其中国防预算达到13.5万亿卢布，折合1450亿美元，相较于2024年的10.4万亿卢布，增长了30%。军费开支在整体预算中的占比从2024年的30%增长到40%，军费开支达到俄罗斯 GDP 的6.2%。这个比例一出，外界都认为俄罗斯要疯了。要知道，当年以军费开支占比高而闻名的苏联，也仅有部分年份出现军费开支占比超过40%。根据统计，俄罗斯每天在战场上需要花费3亿美元，军费开支占比越来越高，也从侧面说明俄军在战场上并不顺利。而且，军费的暴涨并非没有代价，在国际能源价格处于长期低位震荡的情况下，俄罗斯并没有多少额外的收入来源。既然做不了开源，那就只能进行节流了，从俄罗斯其他预算开支中节省。今年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支出为7.5万亿卢布，明年将削减到6.8万亿卢布，下降了9.3%。2026年社会保障支出将提高到7万亿卢布以上，但仍低于今年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俄罗斯发布的3年财政计划中，2025年的社会保障支出应该增加到7.7万亿卢布，而2026年应该达到7.9万亿卢布的。看来，为了取得所谓的最终胜利，只能先苦一苦俄罗斯老百姓了。与此同时，俄罗斯还计划再次征兵。根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计划在今年秋季再次进行征兵。征兵工作将从10月1日持续到12月31日。征兵对象年龄在18岁至34岁，按照估计，将有13.3万人被征召入伍。俄罗斯每年春季与秋季各征兵一次。根据俄罗斯在7月15日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春季征兵有15万人应征入伍，军费大涨，征兵10几万，这些已经足以说明俄乌冲突并未按照俄罗斯的意愿进行，最终的代价可能让俄罗斯难以承受。接下来是关于中东战场的最新消息。9月30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根据形势评估，以色列北部边境梅图拉、米斯加夫阿姆以及克法尔吉拉提地区已经被确定为军事禁区，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该地区。外界认为，这是以色列可能采取地面行动的另一个迹象。目前，以色列内部已经批准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下一阶段的行动，并消息显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从30日开始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有限的军事行动。当天，以色列出动空军对黎巴嫩境内的数十个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指挥中心、武器储存中心、发射器以及基础设施等目标。另外，在10月1日凌晨，以色列还对巴勒斯坦武装发动袭击。作为回应，真主党在1日当天使用法迪4型导弹对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郊区的摩萨德总部以及位于格里洛特的以色列情报部门8200部队总部发动了袭击。真主党表示，此次袭击是对以色列空袭做出的回应，但在以色列连续的定点清除之后，真主党已经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面对实力更强的以色列国防军，真主党的胜算有些渺茫。与此同时，五角大楼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数千名士兵，以此来加强以色列方面的防御，同时还会阻止伊朗可能采取的反应。显然，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目前，外界也不能确定以色列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动这场压抑许久的冲突。霍立军将持续关注。
据美国突破防卫报道，美国导弹防御局选定诺克公司，研发一种新型导弹防御系统，名为滑翔阶段拦截器，旨在拦截滑翔阶段的高超音速导弹。报道称，这项研发计划是美日的合作项目，日本计划在本年度对该项目投入757亿日元。不过，在执行过程中，要以美国导弹防御局为主导。从去年4月开始，美国便希望将滑翔阶段拦截器集成到神盾驱逐舰以及陆基神盾系统中，以此来增强美国的防空力量。而且按照美国2024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滑翔阶段拦截器需要在2029年底前达到初始作战能力，并在2032年底前达到全面作战能力，以及在2040年前交付至少24枚。对此，诺格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进行下一阶段的研发，将着重于数项关键目标，如优化滑翔阶段拦截器的整体设计，并进行飞行试验，通过运用数字工程技术，将滑翔阶段拦截器计划串联起来，以更快速、更高效的方式，继续深度开发这块新型防御系统的拦截能力。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陆战队将接收一款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名为远征导能反无人机蜂群系统。它由 Abrams 公司研发，是雷奥利的武器系统的最新版本，通过发射强大微波脉冲来干扰无人机的电子系统，从而使其失去控制并坠毁。HEX-DECS 每次击落无人机的成本仅15美分，相较于价格昂贵的导弹或机炮，它更具成本优势，尤其是在面对大量无人机攻击时，这种优势更加明显。HEX-DECS 的攻击几乎是瞬间生效，无人机根本难以闪避，再加上不产生任何弹片，还能够大幅降低了误伤友军或平民的风险。最关键的是， HEX-DECS 不仅具备攻击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它独特的攻击方式还能够进行范围性打击，可以一次性瘫痪多架无人机，能够有效对抗无人机蜂群攻击。此外，据 Abrams 公司表示， HEX-DECS 的设计理念还强调机动性、体积小、重量轻，可由标准车辆拖曳，因此还符合美国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部署需求。按照计划，预计第一套 HEX-DECS 会在年底前实现交付，并将其整合至通用航空指管系统，进行实地测试和评估。据莫斯科时报报道，比利时能源部长斯特雷滕表示，俄罗斯向欧盟国家出口的液化天然气正在增长，如果不采取行政措施，就无法停止。因此，欧盟必须更进一步停止采购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荷兰对这一说法表示支持，其副首相索菲·赫尔曼表示，如果没有欧盟委员会的制裁，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私人合同的集结。他将会在10月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此前，欧盟委员会呼吁欧洲各国减少或完全放弃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并且于今年6月批准了禁止将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转运到欧洲港口的禁令。然而，就实际问题而言，此举仅仅是让欧洲内陆国家的天然气交付问题变得更复杂，并不能从实质上阻止俄罗斯天然气销往欧洲。另外，英国金融时报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相关报道，其认为尽管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向俄罗斯施加了压力，但要向欧洲国家彻底禁运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并不现实，因为并非所有国家都支持这一想法。例如，匈牙利就在不断阻止减少俄罗斯碳氢化合物进口的措施。9月26日，英国国防部对外宣称，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的军援，提供16辆 AS-90 自行榴弹炮，以及在2030年以前，每年为乌克兰的国防需求拨款30亿英镑。需要注意的是，英国本次承诺的16辆 AS-90 自行榴弹炮中，有10辆已经交付，其余6辆将在未来几周内抵达乌克兰。此外，为了能够进一步援乌，英国政府还专门在国防部和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之间成立了一个新的联合单位，由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和国防大臣约翰·希利领导，用以简化和协调英国各个政府部门对乌克兰的支持行动。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荷兰计划购买2艘支援舰，作为其防空护卫舰的助手，以供载额外的导弹，用来应对反舰导弹和无人机。
这笔投资预计在 K2.5 亿欧元到10亿欧元之间。媒体表示，这2艘支援舰长53米，宽9、8米，排水量550吨。每支援舰配备至少8名船员，将会由荷兰达门造船集团负责建造。另外，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还会向其提供射程150公里的巴拉克增程型地对空拦截器以及相关的电子战设备。预计第1艘支援舰将于2026年投入使用，全部2艘支援舰将于2027年全面运行。据莫斯科时报9月27日报道，亚美尼亚可能会和阿塞拜疆签署和平协议。该国总理帕西尼扬表示，双方已就80%的和平协议文件达成一致，后续将会向阿塞拜疆开放运输通信，保证其领土上的货物运输和人员安全。在此之前，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有过多年恩怨。2020年9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为纳戈尔诺简卡拉巴赫问题爆发冲突，部分领土落入阿塞拜疆的控制之中。尽管双方于2020年11月签订停火协议，但两国当时的关系已经无法缓和。随后又在2022年12月，阿塞拜疆封锁了连接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的唯一交通动脉拉钦走廊。本应确保该地区安全的俄罗斯军队，却选择对其视而不见。紧接着2023年9月，阿塞拜疆军队控制了纳戈尔诺简卡拉巴赫全境，超过10万亚美尼亚人被迫离开该地区。帕西尼扬表示，在2022年至2023年间，亚美尼亚曾多次呼吁支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希望能为其提供保护，但该组织像俄罗斯一样，对其遭遇同样选择视而不见。因此，帕西尼扬称集体条约组织为泡沫联盟。同时，他还指出，该组织中的2个成员国向阿塞拜疆提供了军事援助，于是从去年冬天开始，亚美尼亚便停止参加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演习，还放弃了该组织高级职位的配额。今年2月，亚美尼亚彻底不再信任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开始与欧盟亲近，比如参加北约演习。更是有媒体表示，亚美尼亚曾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到了今年9月18日，帕西尼扬已然正面表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已对亚美尼亚构成威胁，该国将会加强与欧盟以及邻国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的合作。至于选择与萨塞拜疆签署和平协议，帕西尼扬特别强调，双方已于今年8月30日签署了有关边界问题的相关条约，解决了曾经的领土纠纷，因此对双方而言，和平已唾手可得。据中时新闻网9月28日报道，安杜里尔公司的幽灵 X 无人机已被美国陆军选为新一代联机单位小型无人飞行系统。幽灵 X 是 Go 系列无人机最新型号，它采用单旋翼构型，使用2颗电池提供动力，拥有90分钟的续航时间，25公里的最大航程，操作高度可达5500米，机身全重25公斤，具备9公斤的负载能力。其系统核心由视觉导航模块与人工智能系统组成，可对传感器捕捉到的即时影像进行即时比对，并进行动态导航与任务路线规划。此外，这款无人机的模块化设计还可依据任务需求配备光电传感器或远距通信套件，从而执行侦察、捕获与通讯中继等多元化任务，并可由单一操作员同时控制多架幽灵 X。而且幽灵 X 已参与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的测试计划，在森林、城市与沙漠等不同环境中累计超过2000飞行小时，具备相当高的可靠性。幽灵 X 是美国陆军推动侦察能力现代化的重点项目之一，旨在运用 COTS 技术加速旅级战斗部队的整体无人机战力，同时促进中程侦察计划以及发展相关战术。按照计划，预计安杜里尔公司会在今年年底前向美国陆军部队交付首套幽灵 X， 以大幅提升前线步兵单位的作战弹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在俄乌冲突持续进行、黎以冲突即将爆发的当下，全球局势会变成什么样呢？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